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易彩。有个粉丝55岁，姓林，他发信息给我，说易彩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剪短发了，我想换个形象，精神点，年轻点。结果3天后他又发来一张自拍，我看完愣了几秒，头顶乱，刘海厚，整个人像被生活打了一个旋。他说，我老公第一眼就问我怎么突然显老了10岁。我跟他说，不是短发不好看，而是你选错了减龄方向。很多女人一过50岁，都会以为剪短等于年轻，烫卷等于精神，染亮等于减龄。但其实错的发型就像错的衣服，不但不减龄，反而把岁月的痕迹全部放大了。所以今天我想和你聊聊那些假减龄真显老的发型陷阱。如果你正打算去理发店，请你一定先听完这支视频，因为有的坑一剪就后悔1年。第一种，显老发型，过度碎层短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50岁以后的女人特别喜欢说一句话，我剪短点，精神。于是理发师手起剪落，噼里啪啦一顿碎剪，出来的效果，前面是蓬松的假象，后面是乱糟糟的现实。短发本来是最显干净利落的发型之一，但碎层太多，就像一件被剪坏的衣服，线条断，比例乱，气场没。尤其是头顶被打薄太多的女人，一旦风一吹，湿气一冲，头顶立刻塌陷，整个人就像被生活压垮了一样。碎层短发的最大问题是让脸更圆，颈更短，头更大。你以为自己变轻盈了，其实变成了毛茸茸的小球。在发型学里，头发的线条决定了气质的流向感。当线条太碎，就会让人的视觉焦点不停跳动。别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你的气质，而是乱。碎发太多还会暴露头皮，加重发量稀疏的问题。尤其在自然光下，发缝处的光反射会让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疲惫。很多人说，我不想烫卷，也不想染色，我就想清爽。清爽没错，但清爽和碎乱是两回事。短发的高级感不是靠剪短，而是靠留线条。建议你留顺层短发加清透刘海，层次要顺着头型走，而不是随意打薄，这样发量集中，线条平衡。刘海选清透感，露出一点额头，让光线打在眼睛上，看起来更明亮。耳后线条要留出干净弧度，让脖子显修长。真正的精神感不是靠剪，而是靠顺。碎发显忙乱，顺发显从容。头发乱一点是生活，太乱一点就是沧桑。如果你正打算剪短发，请记得不要让碎层代替气质。你需要的不是更短的头发，而是更干净的线条。因为短发的精髓不在长度，而在轮廓。第二种，显老发型，僵硬烫卷发。有一次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位阿姨，她的头发是那种标准的小卷烫，每一撮头发都卷得像弹簧，亮得能反光。定型喷雾的味道从3米外都闻得到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紧张硬邦邦，像随时要参加老年春晚。其实很多50岁以后的女人都特别迷恋烫卷，因为卷发看起来蓬松，似乎能修饰脸型，显发亮。但问题是，卷太密、太小、太硬，就会反而老10岁。为什么？因为硬卷会破坏头发的自然流向，让线条失去了轻盈感，也让光线打在发丝上时变成了乱反光。那种反光会让肤色显黄显干，整张脸都被烫卷的紧张感包围。我常说一句话，女人到了中年，蓬松不是靠卷出来的，
而是养出来的。发型的卷度其实就像女人的气场，卷得太小等于用力过猛，太紧等于没有呼吸，太定等于失去了温度。很多人以为烫卷是为了遮年龄，但真正的减龄是卷出柔软感。建议你选大弧度烫，加空气感染色，加自然护理。大弧形从下巴到发尾曲线自然，色调选雾棕、栗棕或深茶色，柔光更显肤亮，发丝有流动感，像风能穿过去。有一次我帮一位客户重新选发型，他原本是小卷烫，发跟塌，颜色又黑，整个人像一朵被风吹散的蒲公英。我让他换成大弧度的雾棕卷发，留一点空气刘海。他照镜子那一刻，整个人都柔了，脸小了，皮肤亮了，气质也温柔了。他笑着对我说，我终于不再像在撑发廊，头发太紧张，脸就松不下来，卷得自然一点，气质才会呼吸。中年女人不需要再用卷度证明自己有精神，真正的精神是从眉眼、从姿态、从轻松里出来的。所以下次你想烫卷，记得留一点松弛，让风和光都能穿过你的发丝，因为紧的卷是老，松的卷才是贵。第三种显老发型，厚重齐刘海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想法？我剪个刘海吧，可以遮皱纹，显年轻。于是去了理发店，对师傅说，帮我剪个齐刘海，要厚一点，看起来减龄。结果一剪完，镜子里的你额头没小，眼神没亮，反而多了点沉重感。这就是我说的50加女人最容易掉进的减龄陷阱。因为厚刘海确实能遮皱纹，但同时也遮掉了光线。当光线进不来，整张脸的立体感、亮度、神采就都塌下去了。在发型学和色彩学里，额头其实是脸部最重要的反光面，它能决定你在自然光下显不显亮，显不显年轻。厚刘海的最大问题是挡光加压眼加沉重，尤其对于亚洲女性，我们的五官偏中小，一旦光线被挡住，眉眼之间的距离会显得更近，整张脸就会显得暗、窄、累。你以为剪了刘海变少女，其实变成了盯着人家儿子的阿姨。为什么很多女人坚持要留刘海？因为她们害怕皱纹，那是岁月的痕迹，时间的标记。可你知道吗？真正的皱纹不是让人觉得老，而是让人觉得你活得认真。反而当你用厚刘海去遮时，别人看到的不是年轻，而是刻意。我们要学会不遮掩，而是借光。一彩建议你选清透刘海加偏分线加自然蓬松感。刘海厚度要能透光，不要挡光，分线位置稍偏一点，能让脸型更立体。发丝带一点弧度，轻轻浮在眉上，而不是压在眼睛里。刘海最好的状态，不是像窗帘那样挡住阳光，而是像薄纱那样让光线穿过来。有位粉丝曾经留言给我说，一彩，我每次剪刘海都被老公笑，说我像学生装嫩。我让他把刘海改成轻薄的弧形侧分，露出额头1/3的位置。他照镜子后惊呼，哇，我气色变亮了，眼睛都变大了。我笑着说，你不是变年轻了，是你终于让光回来了。刘海不是遮丑的，是借光的。皱纹不是缺陷，是光的折射。真正显年轻的不是遮住，而是让自己亮一点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剪刘海，请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是想遮住年龄，还是想让自己亮起来？因为光线进不来的地方，美也进不来。第4种显老发型，染太黑或太黄的发色。很多50岁以上的女性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，
我把头发染黑一点，看起来年轻。还有另一种，我染浅一点，亮一点，会不会更减龄？结果两边都走极端，黑得像假发，黄得像稻草。最后不是年轻，而是用力过猛。我们先说太黑的问题。很多人认为黑发最自然，最显干净，但对于50+的女性来说，头发的颜色对比度其实会放大皱纹与肤色暗沉。纯黑发在视觉上太硬，尤其配上轻微松弛的面部线条，光一打就会让脸看起来灰、黄、暗，再加上黑色吸光，整张脸的轮廓会被拉沉。在色彩学里，我们讲明度平衡，中年女性的肤色会逐渐失去红润，这时候头发颜色如果过深，就会让皮肤显得没气。我常说一句话，黑发不是年轻的象征，而是光线的牢笼。再说太黄，有些女人听说浅色减龄，就一口气染成金黄、浅亚麻、橙铜，结果肤色更黄，毛发更干，整个人像在发光，但不是那种好光。发色太浅会和肤色抢焦点，也会让头发看起来更薄、更脆弱。尤其是在自然光下，黄调的反光会让脸部细纹更明显。你以为是阳光系，其实是高饱和灾难现场。一彩建议你选择雾感自然色系，温柔、透光，不抢戏。适合50+女性的发色关键是3个字：低饱和、茶棕色、显气质、提肤色。雾栗色，温柔不暗沉，衬出肤光。灰米棕，中和黄调，优雅轻盈。这些颜色有个共同点，它们会让光流动在你的发丝上，而不是被困住。有位粉丝原本染着纯黑发，他总觉得自己看起来很憔悴。我建议他试试雾栗棕。当他照镜子的那一刻，他的脸亮了，眼睛也亮了。他对我说：一彩，我像是自己年轻时的颜色回来了。对，因为你不需要染年轻，你只需要让自己透气。女人的颜色不是要亮，而是要对。黑太重是压光，黄太浅是失光，只有雾感是藏光。50岁以后的女人不该再用颜色去掩饰年龄，而是用颜色去调和气场。当你的头发颜色开始懂得留白，你的整张脸也会跟着柔下来。因为真正的年轻感不在黑白之间，而在那一抹懂分寸的茶雾光。第5种，显老发型，发根扁塌，无层次感。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是不是常常照镜子时觉得，怎么感觉头越来越大，脸越来越垮，气色越来越差？其实不一定是你的脸变了，而是你的发根塌了。发根塌是中年女人最大的气质杀手，它让你的轮廓往下掉，让精神被吸走。就算妆再精致，衣服再贵，整个人看起来依然没精神。从发型结构学上看，头发的发根支撑度决定了头骨比例感。当发顶塌陷时，视觉重心下移，脸会显宽、显短、显疲倦。尤其是50岁后的女性，因为发丝变细，油脂分泌改变，发量减少，发根很容易趴在头皮上，结果是整个人看起来贴、闷、沉，气质瞬间掉档。你可以想象，头发就像一栋房子，发根是地基，地基一塌，楼再漂亮也撑不起来。但别怕，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救，关键不在剪得短，而在提起来。一彩建议你选空气层次感加发根蓬松加轻度打底，让发尾轻盈，顶部留弧度，重建头骨饱满感。洗发后倒吹发根或用卷发梳轻提，可以让发根蓬松，要避免厚重定型喷雾，改用蓬松粉或轻雾定型喷，
很多女人以为短等于蓬松，其实剪得太短太平只会让头型更塌。真正显年轻的短发是有空气的。我有个粉丝56岁，她头发一直很塌，走哪儿都戴帽子。有一天我建议她别再剪短了，你需要加一点层次，提一点发根。做完后她照镜子愣住，没化妆，却看起来像刚睡饱10小时。她笑着说，天哪，我头发一蓬松，连脸都提起来了。因为发根的高度就是你精神的高度，塌的头让人看起来累，蓬的头让人看起来活。所以50岁以后的女人别急着剪短，别忙着烫卷，你需要的不是造型感，是呼吸感。当你的发根会呼吸，你的气质也就跟着立起来了。不要小看1厘米的发根高度，它能决定你的人生姿态。第6种，显老发型，发尾外翻，造型过时。我猜你身边一定有这样一位阿姨，每次出门前一定要拿吹风机、圆梳、发胶，一边吹一边往外卷，最后发尾翘得像2只小翅膀。她照镜子时特别满意，觉得自己精神干练，显脸小。但你从旁边看过去，那不是干练，是年代感扑面而来。我每次看到这种外翻发型，心里都会浮现一句话，这头发一看就是80、90年代的荣耀。不是不好看，而是时代变了，审美也在变。在发型设计中，发尾外翻属于向外发散线条，会让整个视觉重心张开，而张开在脸型上体现的效果就是脸变宽，颈变短，气质变散。尤其对于50岁后的女性，面部轮廓已经趋于柔软，外翻线条只会放大两颊与下颌的宽度，结果想显瘦反而显横，想显俏皮反而显浮，想显年轻反而显尴尬的用力。其实外翻发并不是罪魁祸首，它的问题在于太造作，太停留在过去。年轻时我们靠造型去证明存在感，可到了中年，真正的高级感来自顺其自然。风一吹就乱的头发不叫随性，吹1小时都不动的头发也不叫精致。艺彩建议你选内扣线条感加自然流向加轻度弧形发尾，发尾方向顺着下颌线轻内扣，形成包裹式柔和感。弧度控制只在发尾1/3处略微弯曲，不要卷起整体线条，让头发自然垂落，配合微风和光线，像有呼吸的曲线。这种发型最大的优势是让脸型显修长，脖子显细，整个人更轻盈。我有一个粉丝53岁，他一直留外翻短发，说是显精神。后来他照着我视频里的方法，把发尾改成轻内扣。第2天他给我留言，一彩，我女儿说我突然变温柔了，好像少了10岁。那不是变年轻，是你终于顺了。发尾的方向决定了一个女人的气质。外翻是向外求，内扣是往内收，一个是造作的动，一个是有底气的静。所以啊，别再花时间把发尾往外吹，学会让它顺着你的人生曲线，温柔地往内收一点。因为头发的走向，往往就是你性格的走向。第7种，显老发型，假发感造型，越完美越老气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出门前花了半小时整理头发，喷了定型喷雾，打了蓬松粉，看起来一根不乱，一缕不散。结果别人第一眼看你的反应是，哎，你这头发是假发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假发感发型。它的共同点是太整齐、太亮、太死，头发没有呼吸，没有流动，就像一件被塑封起来的衣服，再贵也没灵气。在发型设计里，我们讲动感平衡，
一头好看的头发必须有光线的层次、风的路径、留白的空间。而假发感发型的问题在于，每根发丝都在站岗。你以为那叫定型，其实那叫定格。为什么很多50岁以后的女人喜欢定发？因为她们害怕乱，害怕被说邋遢，怕不体面，怕风一吹就失控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正是那一点点乱，才是生命感。头发的动，其实就像人心的松，太紧了反而僵，太顺了反而没个性，非一采轻生。你以为你是在维持形象，其实你是在失去温度。一采建议你选自染发丝感加留空加柔亮不油光，保持一点蓬乱与弧线，让线条有呼吸，不要让头发紧贴面部或过度打理，留点空气，避免油亮喷雾，用轻质护发精华提升柔光，头发的亮度不在闪而在透。我有一位粉丝特别爱喷定型喷雾，他说我头发太塌了，不喷就乱。我让他停用喷雾3天，只用清油梳理，风干造型。3天后他留言，一采，我惊讶了，我头发竟然这么柔，这么轻，看起来更自然。女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头发不能太乖，太乖就像太懂事的人，没人疼惜，只剩疲惫。假发感造型最大的错误，不是技术，而是心态。太想完美的女人往往最显老，头发要有一点不完美，生活要有一点乱，那才是真实好看的人味。因为岁月从不会因为你喷了多少定型水而停下，但它会被你那份松弛与光温柔打动。完美是死的，松弛才是活的。头发如此，女人亦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一个女人老去的好看，往往不是因为她剪了多减龄的头发，染了多贵的颜色，而是她看起来很轻。她的头发轻，眼神轻，步伐轻，连呼吸都轻。不是虚浮的那种轻，而是那种经历过重依然能笑得轻。我见过太多女人一辈子都在整理自己，整理头发，整理皮肤，整理情绪。可你知道吗？当你越想整理，其实你就越用力。头发定太死，没风，妆化太浓，没温度，笑太紧，没光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气质是让自己轻下来。轻不是随便，而是懂得什么该放下，什么该留下。一个懂得留白的女人，不会执着于完美的造型。她知道头发可以乱一点，颜色可以柔一点，岁月可以慢一点。她不再追求别人眼里的年轻，而是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舒服。当她走进人群，头发轻轻动着，不闪不亮不刻意，却让人想多看一眼。那种感觉叫自在的贵气。我常说，发型其实是女人的能量外壳，它反映你内在的状态。紧的女人头发也紧，杂乱的女人头发也乱，平衡的女人头发也有流动感。所以啊，你不需要去模仿别人怎么剪，怎么染，怎么吹，你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轻与顺，世界就会自然觉得你好看。女人的头发不只是装饰，是她内心温度的延伸。发顺，人顺，发乱，心乱。当你学会轻，你就已经赢了。50岁以后的女人，最贵的不是项链，也不是名牌，而是一头看起来轻松，摸起来温柔，活得松弛的头发。因为那不只是发型的光，那是你经历风雨后依然选择温柔的光。别让岁月决定你的样子，让你的轻盈决定岁月的样子。我们今天说的7种显老发型，其实都不是在讲头发，而是在提醒你，别让用力取代温柔，别让紧张遮住松弛。女人的美，从来都不是剪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
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